想象一下，此刻你正坐在餐桌前，面前是一碗热腾腾的白米饭，还有一盘碧绿清脆的炒蔬菜。你拿起筷子，先夹了一大口米饭塞进嘴里，就是这一口，这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动作，悄悄启动了你身体里一场你完全不知情的灾难预案。你可能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吃进肚子里的食物是一模一样的，热量是一模一样的，但仅仅因为你先吃了什么，你的身体接下来几个小时的命运会截然不同。这不是玄学，不是养生谣言，这是写在你每一个细胞里的生理程序。今天我要带你钻进你自己的身体里，去亲眼看看先吃米饭和先吃蔬菜这两条路通向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终点。好，我们先走第一条路。你空着肚子，第一口就是精白米饭。米饭一进嘴，你口腔里的唾液淀粉酶就已经迫不及待地扑上去了，开始把淀粉切碎分解。等它顺着食道滑进胃里，再进入小肠，这个分解过程只需要短短几十分钟。为什么这么快？因为精白米饭已经是被高度驯化过的食物了，它的外壳胚芽全部被磨掉了，留下的几乎是纯粹的淀粉，没有任何阻碍，消化系统简直不费吹灰之力。然后糖分就像一道突然开闸的洪水，哗的一下涌进你的血管，你的血糖在短短30分钟到1个小时之内开始急速攀升。这个速度有多夸张？你可以想象一条平静的小河，突然上有水坝决口，洪峰呼啸而来。你的血液里，葡萄糖的浓度正在经历一次这样的洪峰。这时候，你的胰腺感受到了警报，它里面有一群专门的细胞，叫做贝塔细胞。平时它们就像工厂里随时待命的工人，但现在警报声大作，它们开始疯狂加班，拼命往血液里泵一种激素——胰岛素。胰岛素是干什么的？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惊慌失措的仓库管理员。洪水来了，血液里糖分泛滥，它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把这些糖分统统塞进仓库里，塞进你的肌肉细胞、肝脏细胞，塞满了就往脂肪细胞里塞。它没有时间挑剔，没有时间仔细分类，就是疯狂地塞，疯狂地存。胰岛素分泌的越多，这个仓库管理员就越慌乱，工作效率反而越来越低。更可怕的是，这个系统有惯性，你的胰腺一旦接到大量分泌的指令，它往往会过度反应，蹦出的胰岛素比实际需要的还要多一些。于是，在血糖冲上峰值之后，它又会被这过量的胰岛素拉着，迅速急速的往下跌。你的血糖就这样经历了一次过山车，先是火箭般窜上去，然后俯冲式的跌下来。就是这个俯冲，让你在吃完饭后1-2个小时开始莫名其妙的犯困，没精神，脑子转不动。很多人以为这是吃饱了自然犯困，其实不是。真正的原因是你的血糖跌得太猛了。你的大脑是一个对血糖极度敏感的器官，它感受到了能量供应的骤然下降，于是发出信号，该休息了，省点能量。这就是餐后昏迷的底层原因，不是饱，是血糖的过山车把你甩晕了。而那些被胰岛素仓皇塞进脂肪细胞的糖分呢？它们就老老实实的待在那里，变成脂肪，等待下一次被召唤。如果这次召唤永远不来，它们就永远住在那里了。好，现在我们按下暂停键，把时间倒回去，重新坐回餐桌前。这一次，你改变了一个动作，你先夹起了那盘蔬菜。同样是在空腹的状态下，你吃下了第一口蔬菜。蔬菜里有什么？有维生素，有矿物质，但此刻最关键的是膳食纤维。你可以把膳食纤维想象成一群沉默的建筑工人，他们进入你的胃之后，不声不响地开始干活，吸水、膨胀、交织、缠绕，在你的胃肠道里织出一张绵密的网，铺出一层厚实的带着粘性的保护膜。这张网是接下来整场战局的关键。大概15到20分钟后，你开始吃米饭了。同样的米饭，同样的淀粉，但是现在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他们要穿越的不再是一条畅通无阻的高速公路，而是一张层层叠叠的减速网。膳食纤维形成的粘液会包裹住糖分子，让它们的前进速度大幅放缓。小肠绒毛吸收葡萄糖的速度被这张网限制住了。洪水还是那场洪水，
但它现在是从密密麻麻的过滤网里慢慢渗出来的，不再是滚滚的洪峰，而是涓涓细流，平稳持续温和地进入血液。你的血糖开始以一条平缓的曲线上升，没有火箭，没有俯冲，就像一个绵延的小土坡，慢慢上去，再慢慢回来。你的胰腺感受到的警报变成了一声轻轻的提示音，它只需要分泌适量的胰岛素。仓库管理员不再惊慌失措，而是从容有序地把糖分一批一批地登记入库，不会过量，不会囤积。但神奇的事情还没结束，蔬菜里的膳食纤维还有另一项隐藏技能。当它们抵达你的小肠下段和大肠时，会刺激你的肠道细胞分泌一种激素，叫做 GLP-1。GLP-1 这个名字你可能有点陌生，但最近几年火爆全球的减肥药司美格鲁肽就是模仿这种激素的原理研发出来的，有人把它叫做天然减肥针。那 GLP-1 到底在你身体里做了什么？它至少同时做了3件事。第一，它跑去跟你的胰腺打招呼，让胰岛素的分泌更精准，更有节制。第二，它跑去跟你的胃说，慢点，别那么快排空，让食物在胃里多待一会儿，这样血糖上升的节奏就更慢了。第三，它穿越血脑屏障，抵达你的大脑，跟那个掌控饥饿感的中枢轻声耳语，够了，饱了，不用再找东西吃了。你的食欲在 GLP-1 的作用下被温柔而有效地按了下去。你不会在饭后2小时就又饿得心慌，不会因为血糖的过山车反应而产生强烈的再吃点什么的冲动，你只是感到平稳的满足，清醒而有活力。这就是先吃蔬菜的魔法。同样一顿饭，只是改变了入场顺序，你的肠道激素、血糖曲线、胰岛素反应全都换了一套剧本。现在我们把时间轴拉长，不是看一顿饭，而是看1年、10年。如果你是一个每天3餐都先吃米饭、先吃馒头、先吃面包的人，你的身体每天要经历3次血糖洪峰，3次胰岛素的狂飙突进，3次仓库管理员的慌乱冲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最先受不了的是你的血管，每一次血糖的剧烈波动，都像是在血管内壁上做一次小小的砂纸打磨。血管内皮细胞在高浓度葡萄糖的冲刷下，会产生大量的自由基，引发氧化应激反应。你可以想象这是一种慢性的微观的灼烧，就像你的血管壁在被一点一点的烤焦。这个过程有个专业名词叫做糖化反应。葡萄糖会和你血管里的蛋白质发生反应，产生一种叫做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的东西，英文缩写 AGEs， 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让你老化的东西。你的血管变硬变脆，弹性下降，你的皮肤失去光泽，你的器官开始提前衰老。这不是比喻，这是字面意义上的，你的身体在被糖慢慢烤焦。与此同时，你的脂肪在悄悄积累。每一次胰岛素的大量分泌，都在给脂肪细胞发送储存的信号。你的腰腹是脂肪最喜欢落脚的地方，因为这里的脂肪细胞对胰岛素信号最敏感。1年下来，你的裤腰线悄悄往外移了1个刻度。10年下来，这已经是完全不同的一个身体了。更深层的危机是胰岛素抵抗。胰腺就像一台发动机，它能承受的高强度运转是有限的。当它被迫长期反复的大量分泌胰岛素，你的细胞会开始对这个信号产生疲惫感。又来了，我不想理它了。细胞对胰岛素的反应越来越迟钝，就像一个被老板频繁发消息骚扰的员工，开始选择性的忽略。这就是胰岛素抵抗，它是2型糖尿病的前奏，是代谢综合征的核心，是一场正在你身体里缓慢发酵的危机。而它的起点之一，就是你每天3餐先吃米饭的那个习惯。相反的故事是怎样的？如果你在这10年里坚持先吃蔬菜，你的血糖曲线一直保持平缓，你的胰腺得到了应有的休息，你的血管少了无数次高血糖的冲刷，你的脂肪没有被胰岛素反复命令囤积。10年后，你的血管年龄可能比实际年龄年轻了好几岁，你的体重稳定，你的精力充沛，你的细胞对胰岛素依然敏感，代谢机器还在流畅的运转。这就是进食顺序这件小事累积起来的惊人力量。但我必须在这里踩一脚刹车。
如果我就这么说下去，你可能会觉得先吃蔬菜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铁律，它不是。科学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我有责任告诉你这个建议的边界在哪里。第一类需要注意的人是运动员或者进行高强度训练的人，他们的肌肉在激烈运动后就像被掏空的仓库，对碳水化合物有迫切的需求。这时候如果先大量吃蔬菜再慢慢吃碳水，能量补充的节奏就慢了，不利于肌肉的快速恢复。对他们来说，在特定时间窗口快速补充碳水，优先级高于进食顺序的考量。第二类需要谨慎的人是患有胃部疾病的人，比如胃动力不足、胃食管反流或者胃溃疡的患者。大量的粗纤维蔬菜进入一个本就脆弱的胃，可能会加重胃胀、胃酸反流的症状。对他们来说，蔬菜的量和种类需要医生的具体指导，而不是无脑的先吃一大盘。第三类值得关注的是老年人，尤其是食欲本来就不好、体重偏低的老年群体。如果先吃大量的粗纤维蔬菜， GLP-1 带来的饱腹感会让他们在吃到足够的蛋白质和碳水之前就放下了筷子，反而造成营养摄入不足。所以，一切建议都有它的适用范围。你的身体不是教科书，它是一个活生生的、有着自己具体状况的个体。如果你有任何基础疾病，在调整饮食习惯之前，请先咨询你的医生或营养师。那对于大多数健康的普通人，最实用的行动方案是什么？3步：蔬菜先行，蛋白质跟上，碳水收尾。先花5到10分钟吃完蔬菜，让膳食纤维把那张保护网铺好，然后吃鱼、肉、蛋、豆腐，让蛋白质进场，它们同样能够帮助减缓胃排空的速度，进一步稳住血糖曲线。最后再吃米饭、面条这些碳水，这时候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已经准备充分的消化环境，血糖的上升会比你空腹直接吃碳水平缓得多。这不需要你少吃一口，不需要你戒掉任何食物，不需要你计算卡路里，只是换一个顺序。这件事之所以重要，不是因为它帮你减了几斤体重，而是因为它改变了你和自己身体之间的对话方式。每一次你先拿起筷子夹蔬菜，你都是在对你的胰腺说，我知道你很辛苦，今天让你慢慢来。你是在对你的血管说，我不会再让那道洪峰冲刷你了。你是在对你未来10年的自己说，我现在做的这个小小的选择，会在你那个时代帮你保住一段更健康的血管，一个更轻盈的身体，一个更清醒的大脑。我们太习惯于把健康这件事交给那些宏大的决定了，买一张健身房的年卡，下决心戒糖，开始跑步。但真正的改变往往藏在这些微小的、几乎不费力气的日常选择里。一个顺序，3个步骤，从下一顿饭开始。你的身体一直在等你跟它重新建立对话。